之前我们完成了对巫术起源问题的系统梳理，从这一期开始，我们进入一个新的议题：巫术与巫术文化。很多关于巫术的讨论之所以纠缠不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概念的混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将巫术与巫术文化混为一谈。展银新教授在《心智的误区》第4章中专门设置了一节来厘清这两个概念。他的基本判断是，巫术与巫术文化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如果我们不能区分这两者，就无法真正理解巫术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那么巫术与巫术文化究竟区别在哪里呢？这个区别又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两者的定义。所谓巫术文化，简单地说，就是由巫术思维及其活动所产生的，或包含了巫术思维及其活动的文化。这里的落脚点是文化，而不是巫术。那么文化是什么？泰勒在原始文化中给出的定义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注意这个词复合体，它不是各种元素的简单相加，而是融合。由此，展教授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分：如果立足于记忆，巫术是伪科学，它的对立面是科学技术。同样的，改造自然的企图所依据的联想推理，如果正确，便是技术；如果不正确，便是巫术。在这个意义上，巫术的基础是思维方式。如果立足于文化，包括巫术文化在内的任何文化，都是一定社会中的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综合表现，它的基础是社会存在，而非单纯的思维方式。某种法术，比如在家点燃蜡烛为夜路照明，或者在墙上画饼充饥，这些都可以称为巫术。但如果这些法术没有成为社会性的现实，没有形成风俗或传统，它们就只是一些孤立的行为，不能构成文化。任何巫术文化既然是一个复合体，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法术或技艺，而必须遵循一般文化现象所共有的规律，具备一般文化所共有的性质。在确立了基本概念之后，展教授从4个方面阐述了巫术文化的性质。第一是巫术因素与非巫术因素的消长。巫术文化在开始时包含非科学因素，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文化是发展的，并非所有的巫术文化都以非科学因素为主体。许多巫术文化其产生与原始巫术习俗密不可分，但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其神秘性和巫术性逐渐淡化，而非巫术因素逐渐上升为主体。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春节、除夕、放鞭炮、贴门神，这些原本都具有浓厚的巫术意味，驱鬼、辟邪、求吉。但在现代社会中，这些活动的神秘性已经相当淡化，它们更多地成为以庆祝、团聚和娱乐为主的民间节日。巫术的内核被文化的外壳层层包裹，最终外壳本身成为了主体。第二，民族性与地域性。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巫术文化也不例外。同样源于古老的改火巫术，在欧洲演变为篝火节，在中国却演变为寒食节。世界上许多原始民族都有过迎请古魂的巫术习俗，但只有中国上古时代的周民族才由这样的习俗演变为部落或国家的社稷祭礼。这些差异不是巫术思维的不同造成的，巫术思维在本质上都是相似的，而是由不同的文化土壤赋予了相同的巫术种子以不同的生长形态。第三，继承性与时代性。巫术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既有继承性也有时代性。继承性表现为习俗的承传，并形成某种文化传统；时代性则表现为不同时代文化的变异。一个清晰的例子是桃木辟邪的巫术，在汉代已经形成了岁除在大门上悬挂桃羹、桃符的风俗。到了宋代，人们开始在桃符上书写对联，再后来演变为用红纸书写门联，形式变了，但辟邪纳吉的核心观念一脉相承。同样为死者烧纸钱的巫术，在现代已经发展为焚烧仿制的民国银行存折和信用卡，陪葬品则出现了电视机模型。这些变化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时代性的另一方面是历史性，巫术文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也将在一定历史条件
天下，消亡。就汉民族而言，历史上许多巫术文化已经消失。上古时代用焚烧活人来求雨的焚巫汪之法，春秋时代改为暴晒巫汪，魏晋以后便不见记载。通过对某人衣物施加鞭打来伤害对方的巫术，在《史记·旧注》引用的古本《战国策》中尚有记载，此后便杳无踪迹。封建王朝的大挪除夷、大禹求雨等礼俗，也随着封建时代的终结而消亡。